第16天，看一支財報教學影片，入股於 M 觀點投資引，理解 EPS 與現金流意義。我們要暫時放下數字與價格，深入探索投資世界的底層邏輯。公司為什麼能賺錢？又如何把錢分給股東？看懂生意的本質，理解 EPS 與現金流。小程在計算平均成本時，看着 EPS 這個欄位，心中一直有個疑問。我知道 EPS 是每股盈餘，公司賺錢很重要，但這數字是怎麼來的？它跟實際配給我的現金股利有什麼關係？他意識到，如果不理解背後的原理，他永遠只是在追逐別人所說的好公司，而無法形成自己的獨立判斷。重要心法是，買股票，你買的是一門生意的所有權。EPS 和現金流就是這門生意健康與否的 X 光片，看懂它，你才能從賭徒晉升為企業主。可以觀看財報教學影片，聚焦核心概念，是具體實踐的方法。不追求成為會計專家，但必須理解關鍵名詞背後的生意實質意義。小程的生意本質學習筆記，他選擇了 YouTube 上古玉一支講解基礎財報的影片，並記下了他的理解。EPS 每股盈餘，公司賬面上的獲利能力。公式稅後淨利除總發行股數。他理解到，這就像看一家飲料店，一個月總共賺了多少錢，稅後淨利，然後除以合夥的股東人數總股數，算出每個合夥人理論上可以分到多少錢。EPS 越高，代表公司幫每個股東賺錢的能力越強。長期來看，股價與 EPS 的走勢會高度相關，所以很重要。他反思，我之前挑選的00878、0050，其 EPS 相对穩定，這說明他們背後的一籃子公司整體獲利能力是穩健的。2. 現金流，尤其是營業現金流，公司實際收到的現金。他明白了，這家飲料店可能賬上賺了很多錢，高 EPS， 但因為顧客都是賒賬，導致手上根本沒有真正的現金流入。營業現金流就是看這家店實際收進了多少現金。一家公司可以沒有賬面盈餘，但不能沒有現金流。沒有現金流就無法支付薪水、水電、供應商貨款，會立刻倒閉。因此，現金流為王。公司必須有豐沛且穩定的營業現金流，才有能力穩定的發放現金股利給股東。這是現金流與股民的關係。3. EPS 與現金股利的關係。他領悟到 EPS 是賺錢能力的體現，股利是分享業的結果。公司賺了錢 ，EPS 會將一部分保留下來再投資，例如開分店、研發新產品，剩下的部分才會拿出來當股利發給股東。這就是為什麼一檔 EPS 很高的股票，殖利率不一定高，因為公司可能把大部分盈餘都留下來擴張了，例如早期的台積電。反之，一檔高股息 ETF， 它的目標就是找到那些不僅 EPS 穩定，且願意將大部分盈餘以現金形式分享給股東的公司。這堂課為小程的投資觀念打下了最堅實的地基。他不再只盯着股價 K 線圖，而是開始關心背後那門生意到底賺不賺錢、健不健康，從價格回歸價值。他學會了用 EPS 的趨勢和現金流的穩定性這兩個最簡單的指標來初步判斷一檔標的的質地，這是質化分析的起點。他恍然大悟，為什麼00878、0056這些高股息 ETF 在選股時那麼重視公司的獲利與配息記錄？因為他們就是在幫投資人篩選出會賺錢且願意分享的好公司。其實這就是 ETF 的本質。他在他的標的考察筆記中，為每個候選名單新增了2個評估欄位。EPS 趨勢，過去5年是穩定向上、持平還是衰退？營業現金流是否長期為正，且與 EPS 匹配？避免找到賬上賺錢但實際收不到現金的為好公司。核心重點 ，EPS 是紙上成績，現金流才是公司的真實呼吸。EPS 每股盈余真正的意義。EPS 代表公司在會計賬上賺了多少錢，但要注意 ，EPS 是會計數字，會受到許多技術影響，例如存貨調整、折舊方法、資產減損、應收賬款賣了但錢還沒收到、一次性收益、賣土地、賣資產。因此
EPS 變漂亮，不一定是真的掙到現金。EPS 是分數，不是現金。2. 現金流，尤其是營業現金流，代表公司真正拿到的錢。現金流 cash flow 代表公司收進來的真金白银。最重要的是營業現金流 OCF， 它顯示公司核心業務是否真的能產生現金。如果 EPS 很高，但現金流很爛，這家公司可能有盈利品質差，賣東西但收不到錢，應收賬款暴增，依靠一次性收益乘 EPS， 景氣下滑卻硬撐獲利。現金流不好，公司可能賺的是匯集賬上的錢，不是現金。3. EPS 及現金流的真正關係，這是最重要的理解。EPS 代表賺多少賬面，是公司績效的分數；現金流就是收多少現金，是公司是否能養活自己。股利是分多少現金，投資者實際拿到的錢。總之 EPS 不等於現金流，而現金流也不等於股利。但是只有現金流足夠，公司才真有能力穩定发股利。4. 投資者的正確認知，關鍵4句話。1. 高 EPS 並不保障你拿得到錢，如果都是賬上盈餘，公司可能繼續發股票提升 EPS 而不配息。2. 股利來自現金流而不是 EPS， 想靠存股，那麼看的是現金流而非 EPS。 3. 公司有現金流才有能力撐得住不景氣，沒有現金流，公司就像沒有呼吸， EPS 再高也是虛的。所以 EPS 要配合現金流一起看。最理想的狀況是 EPS 上升，營業現金流也跟着上升，真實體質變強。最危險的情況是 EPS 上升，但營業現金流下降，盈利品質變差。5. 投資者最該記住的重點， EPS 是成績單，現金流是現金櫃，能不能配息，能不能活下去，看的是現金流而不是 EPS。 總之 EPS 告訴你公司賺多少，現金流告訴你公司能不能活，股利告訴你投資人能不能真正拿到錢。給您的讚嘆與祝福，您正在跨越的這個門檻，是區分投機者與投資者最關鍵的一步。請記得，價格是你付出的，價值是你得到的，而 EPS 和現金流就是衡量企業內在價值的最基本之規。當你開始用企業主的思維看投資，市場的噪音就會自然消退，因為你關心的將是這門生意10年後會怎樣，而不是10分鐘後的股價。祝福您透過這份對生意本質的理解，在未來的投資路上能像磐石一樣穩固，無論市場如何引誘或恐嚇，您都能堅守於價值之上，做出最明智的決策。第16天，晚安。這一天，小程的投資視野從2維的價量圖表擴展到了3維的商業世界。